各位朋友，根据中文媒体报道，4月8日，联合国国际法庭在荷兰海牙就尼加拉瓜针对德国为以色列提供武器等军事援助涉嫌种族灭绝的诉讼举行首次听证会。在咱们4月8日的节目中，5分38秒处开始，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提供数据显示，德国是除了美国之外，向以色列提供武器第二多的国家，占比30%。听证会上，尼加拉瓜要求德国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并强调德国彻底终止武器供应迫在眉睫。德国则坚决拒绝上述指控，国际法庭将在2周内作出裁决。西方国家也包括德国一直在指控中国对新疆的少数民族进行种族灭绝，德国媒体也长期对此进行捏造。现在德国自己反而被他国告上国际法庭，真具有讽刺意味。而且德国明知提供武器的用途，不但没有停止武器供应，反而加大了武器供应。2023年，德国向该国提供的武器大涨了难以置信的10倍。作为提供武器更多的美国，反而没有被告上国际法庭，有点令人费解。我们来看看德国媒体《德国时代报》对此事的报道。尼加拉瓜向国际法庭提出诉讼，德国驳斥协助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继以色列之后，德国现在也被送上了海牙国际法庭。尼加拉瓜声称德国的政策支持种族灭绝，德国政府不同意这一说法。德国政府针对尼加拉瓜关于德国支持以色列违反国际人道法，协助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的指控进行了辩护。联盟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德国政府明确而果断地拒绝尼加拉瓜的指控。尼加拉瓜在海牙国际法庭对德国提起诉讼的听证会已于早些时候开始，为期2天。在紧急程序中，尼加拉瓜大使呼吁联合国法庭命令德国停止向以色列出口武器。尼加拉瓜还希望德国恢复对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资助。尼加拉瓜认为，德国向以色列提供政治、财政和军事支持，并暂停向近东救济工程处付款，是在助长种族灭绝。该大使说，德国违反了其阻止种族灭绝的职责。德国知道并了解至少存在种族灭绝的风险。尼加拉瓜代表在联合国最高法庭辩称，德国继续向以色列提供武器，违反了1948年种族灭绝罪公约。德国称尼加拉瓜的描述明显片面。德国政府驳斥了这个中美洲国家的说法。德国政府发言人说，德国既没有违反种族灭绝罪公约，也没有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这一点将在国际法庭中得到证明。发言人说，德国联邦政府在发放武器出口许可证时遵守国际法。德国将在周2向联合国法庭的16名法官陈述其立场，预计将在2周左右作出裁决。德国联邦外交部法律顾问也在国际法庭对记者说，德国既没有直接也没有间接违反种族灭绝罪公约或国际人道主义法，相反，德国对国际法有着深刻的承诺。德国的法律代表称，尼加拉瓜的说法是明显片面的。尼加拉瓜自2007年初以来，一直由独裁的国家元首丹尼尔·奥尔特加统治。他在2006年有争议的选举中当选为尼加拉瓜总统。目前独裁统治着这个国家。奥尔特加因其针对该国反对派的行动，以及在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开始后站在俄罗斯一边而受到批评。2023年对以色列的武器出口增长了10倍。德国是向以色列出售武器最多的国家之一。根据德国经济部的数据，2023年德国向以色列出口了价值超过3.26亿美元的军事装备和武器，是前一年约3200万欧元的10倍。由于加沙地带的平民伤亡人数和人道主义状况，在美国和德国向以色列提供武器的行为备受争议。这是国际法庭受理的第2起与加沙战争有关的种族灭绝指控。去年年底，南非在紧急诉讼中指控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实施种族灭绝，并要求停火。联合国法庭没有满足这一要求，不过他确实命令以色列允许大幅增加人道主义援助，并尽一切可能防止种族灭绝。
好，该报道就那么多。以前都是德国人高高在上指责别人，现在轮到他们自己了。咱们来看看德国人自己对此有何评论，按时间先后来节选翻译。第一条评论：我很好奇德国联邦政府明天会如何反驳。我已经可以说，联邦政府注定会失败。尼加拉瓜只需出示德国外长贝尔伯克的推特，就能证明德国政府过去和现在都完全了解加沙地带的灾难性局势，但却一直并继续提供武器弹药。这些武器弹药已经并正在被用于对付巴勒斯坦平民。在英国，英国最高法院的3名前法官呼吁立即停止所有武器供应。下一条评论：我认为提起诉讼是件好事，我甚至不在乎是哪个国家提起的。希望这将导致国际法庭正式确认德国政府在这场战争中扮演的角色。今天上午，我收听了德国之声的节目，争议很大。我被绿党人士沃尔克贝克的激烈言辞震惊了。他对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的行动大事化小，并为以色列政府在这场战争中所做的一切辩护。下一条评论：德国政府并没有加入全球反以色列的大合唱，这是值得称赞的。种族灭绝的指控完全是夸大其词，这与对以色列的正当批评毫无关系。这是几十年来针对以色列国的妖魔化、非法化和双重标准的经典模式。下一条评论：这位网友跟帖好像在说反话。他说：没错，红绿灯政府向以色列激进右翼定居者政府提供了数亿美元的武器弹药，导致许多儿童丧生。这当然是最正确的决定，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下一条评论：这位网友也跟帖，他说：国际法庭的法官必须对种族灭绝的法律指控作出判决。到目前为止，他们至少认为初步怀疑是合理的。此外，我认为直接将从南美、非洲到中国以及众多欧盟国家的国际批评贴上反以色列甚至反犹太主义的标签是非常低级的。下一条评论：这个话题很难回答，当然不是有意的。现在就应该停止提供武器，其他欧盟国家正在向以色列施加更大的压力。下一条评论：这是专制者试图利用西方国家的民主体制来对付西方国家的又一闹剧。当一些国家指责德国协助实施种族灭绝时，时代在线也有必要提供一些视角，因为在这些国家没有自由选举，警察向民众开枪。下一条评论：该报道中本应该用几句话来对尼加拉瓜和丹尼尔·奥尔特加进行粗略分类。他是一个独裁者，他的好朋友是普京和金正恩，当然也欣赏叙利亚那样的社会。此人绝对是个无理之人。尼加拉瓜的诉讼和奥尔特加关于乌克兰冲突的声明一样，都是空洞的。他说，众所周知，俄罗斯在乌克兰冲突中只是自卫。由于独裁者的存在，联合国成了一个笑话，成了政治小把戏的大舞台。下一条评论：国家社会主义就像毒瘤一样，必须慢慢从德国人身上清出。现在对哈马斯也必须这样做。情况在好转之前，只会变得更糟。德国完全无辜，只能怪哈马斯无视苦难，扣押人质，在遥远的地方过着奢侈的生活。下一条评论：德国总理舒尔茨在2022年纽约的联合国大会上表示，德国有责任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尊重和捍卫人权。他承诺，德国将全力支持国际法庭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此外，这位总理还说，饥饿再也不能被用作武器。舒尔茨指的是乌克兰战争中的俄罗斯。然而，涉及到以色列政府，现在却找不到德国总理这些话。虽然以色列政府收到了包括德国外长在内的警告，但如果德国基于国家理由继续向以色列提供武器，那么这些都是空话。德国不仅失去了国际社会的信任，而且在我看来，德国理应受到国际法庭的审判。下一条评论：不向危机地区提供武器，只有在大选之前才是这样。下一条评论：当然，以色列政府做得太过分了，
至于种族灭绝的指控在多大程度上属实，那是法庭的事。不过我个人目前的印象是，许多人都极力加入新一轮的仇视以色列的行列。我在想，这是否部分归因于某些人在全球范围内，但也包括在这个论坛上，他们深处的反犹主义？为什么会有如此深刻的反犹主义呢？下一条评论，我们也可以好好考虑断绝与尼加拉瓜的关系。下一条评论，与俄罗斯、中国、伊朗和朝鲜关系友好的专制者指责其他国家侵犯人权，亏他想得出来。下一条评论，停止向以色列供应武器是件好事，可能会挽救成千上万人的生命，这一点不容否认。下一条评论，尼加拉瓜支持俄罗斯、伊朗轴心，这只是分裂西方的又一次尝试。下一条评论，尼加拉瓜应该闭嘴，管好自己的事。下一条评论，只有一件事可以对付像尼加拉瓜这样的独裁政权，那就是立即取消所有发展援助。下一条评论，除了驳回诉讼之外，其他任何做法都会让人大吃一惊。上述文章中也清楚地阐述了反对的理由。在我看来，这一指控更像是否定以色列自卫权的最后一次绝望尝试。加沙地带的局势已经完全失控，以色列政府似乎已经完全失去了对其军队的控制。约旦河西岸的局势继续非法建造定居点，军队和激进定居者的袭击也是绝对不能容忍的。然而，这一切都不能剥夺以色列自卫的权利。如果有人在这里抱怨建设定居点以及袭击、谋杀和驱逐巴勒斯坦公民，我可以理解。但是目前在加沙地带发生的情况，哈马斯对此负有全部责任。下一条评论，除了这一指控之外，德国在二战中煞费苦心建立起来的爱好和平国家的声誉也受到了极大的损害，至少对我这个荷兰人来说是这样。我的父亲在反抗纳粹占领的斗争中失去了2个兄弟。对我来说，德国国家声誉受损，实际上始于对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的轰炸，并在德国交通灯政府设立的军备特别基金中达到了高潮。下一条评论，在危机时刻仍能从西方法治中受益的，则是这个世界上的那些流氓国家。他们并不遵守法治，但他们总是知道如何利用法治来对付我们，从而阻挠或瘫痪我们。我们的世界必须最终觉醒，并与时俱进地从根本上修订其规则。我们绝不能让我们的法律制度被敌对我们国家用来对付我们。下一条评论，如果以色列真的要实施种族灭绝，早就没有巴勒斯坦人了。唯一想消灭整个民族的是全世界联合起来的反犹太主义者，他们为了自己的目标毫不犹豫地牺牲了巴勒斯坦人民。下一条评论，德国向以色列提供武器，并否认协助实施谋杀。如果德国能逍遥法外，那我对西方的司法就完全不抱希望了。下一条评论，如果考虑到以下事实，这种诉讼是有道理的。以色列早在去年10月份就承认，其目的是大规模破坏，而不是有针对性的攻击。第二点，以色列军方使用人工智能，声称轰炸和杀戮目标。第三点，以色列故意利用饥饿作为对付巴勒斯坦人的武器。此外，以色列政府成员正计划驱逐所有巴勒斯坦人，以便在整个加沙建造以色列定居点。下一条评论，哈马斯知道会有一场战争，因为他们为此做了准备。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护公民社会吗？还是恰恰相反，因为他们想通过想要的画面来达到在国际上排斥以色列的目的？但以色列就该为一切负责吗？真是这样吗？下一条评论，只要德国继续向以色列提供武器，德国就应承担连带责任。下一条评论，该诉讼是俄罗斯、中国以及盟友企图将中东冲突、战争工具化、火上浇油的一部分。此外，西方目前正在全球范围内采购武器，以便乌克兰能够自卫。因此，通过诋毁包括德国在内的购买方来破坏这些努力，并威慑
或动摇其他国家是顺理成章的事。下一条评论：尼加拉瓜为什么不起诉哈马斯？另一方面，尼加拉瓜到底是谁呀？一个令人讨厌的独裁国家，囚犯在那里受到酷刑，他们居然还想对我们的人权指手画脚。下一条评论：显然，在海牙把持不同观点的国家当作种族灭绝来起诉，已经成为一种时髦的公关噱头。下一条评论：无限制地支持一个实施种族灭绝的国家，事实上就是在协助实施种族灭绝。从道义上讲，尼加拉瓜并不是有权起诉的国家，但他们是对的。下一条评论：无论是否是种族灭绝，加沙平民的死亡都有许多罪魁祸首，哈马斯、以色列以及双方的军事支持者，德国无疑是其中之一。平心而论，这点很难否认。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此为止吧。可见啊，基于德国的立场，很多网友站在以色列这边，或者说站在德国一边，为德国开脱。大家觉得这些德国人的观点是否很虚伪及双标呢？甚至有些读者时不时还把中国拉出来抽打一番。对于以色列第二大武器供应国，你们觉得尼加拉瓜的诉讼合理吗？